由于沙场经营不善，无法支付工资，滕辉向老乡王进福求助。王进福开设了一家纯脂粉厂，希望通过与滕辉合作成立少儿格斗俱乐部来提升品牌知名度。滕辉曾拿过格斗金牌，沙场子弟报名参加俱乐部，却未能引起他的兴趣。他突然想到，那天拦路抢劫的野孩子可能是最佳选择。滕辉带着一群人去找这群孩子，成功将他们带回沙场，为他们安排了丰盛的午餐，孩子们饥肠辘辘。1个星期后，孩子们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然而，在一切准备就绪、准备开业的时候，王进福因制作假冒伪劣产品被举报。滕辉找他讨说法，但王进福对此不屑一顾。夜幕降临，孩子们似乎能感受到自己的命运。滕辉试图赶走一群熊孩子，但很快他们又被送回来。原来他们去打劫其他运沙车，被隔壁沙场老板抓住。就因为熊孩子说滕辉是他们的教练，还被拿电棍打，并被掠走2车沙子。滕辉受不了了，带着孩子们找家长，但车半路抛锚，只能与2个最大的孩子马虎和苏木前往他们家。在路上，滕辉得知了马虎的家庭背景，理解了苏木姐姐的困境。他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要钱，因此决定将孩子们留在身边，并决定延续这个俱乐部。经过一番打假拳的简单训练后，他带着孩子们去表演。在格斗场地的铁笼子中，松木和马虎按照滕辉的指导开始表演。然而，苏木的金壳拳打破了一切，场子瞬间热闹非凡。结束后，滕辉为2人叫了洗脚服务，因为他们的脚上布满了血泡。苏木提出是否能像滕辉一样拿金牌，表达了想要远离这个村庄拿冠军的愿望。第2天，滕辉为他们买了新鞋，同时进行更加残酷的训练。省城的老板找上门，出高价请他们去打拳，却被本地的黑拳头子挑衅。滕辉赶到时，只能一边打一边撤退。搭档王峰用自我牺牲的方式帮助滕辉和孩子们杀出一条血路。王峰对这群孩子感到担忧，他们失去了生计，未来将何去何从成了问题。他建议滕辉正儿八经地成立一个俱乐部，可能还能培养出冠军。然而，滕辉只是想通过孩子们挣点钱，认为混日子比较容易。王峰则担忧地提醒滕辉，自暴自弃虽然简单，但这些孩子有未来。而且，你难道不担心他们最终进入监狱吗？他建议滕辉卖掉沙场，当一名格斗教练，因为这才是他擅长的事情。这番话让滕辉开始动摇，思考起家庭的重要性。滕辉回到家中，发现母亲得了老年痴呆，已经认不出他。尽管如此，母亲还是希望滕辉变卖家产，以便他能走出困境。滕辉回忆起年前世运会上获得格斗比赛冠军，但由于尿检阳性被判禁赛。母亲为此求情，他相信自己儿子不会犯错误，但滕辉因为冲动殴打了教练，被弄进去了。滕辉决定帮助这些孩子改变命运，他成立了格斗俱乐部，对孩子们进行严格的训练。这种训练方式渐渐见效，苏木和马虎在各类比赛中崭露头角，俱乐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孩子，设施和配套也逐渐完善。滕辉甚至请了老师教他们读书写字。几年后，苏木和马虎成长为大家伙，取得了多项荣誉。然而，滕辉在这个过程中老去，俱乐部规模不断扩大，他需要面对更多的问题。尽管有很多家长听说他这里提供吃住和免费学习，纷纷把孩子送来，滕辉也毫不拒绝，但这给俱乐部带来了经济负担。好景不长，一则视频的曝光彻底改变了滕辉和这群孩子的命运。视频揭示了滕辉组织孩子们打黑拳的实况，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。由于舆论的强大压力，组委会取消了2个孩子的决赛资格。滕辉由备受百姓爱戴的相教练，变成了人人唾弃的黑拳奸商。为了保住俱乐部，滕辉毅然决定卖掉车和房屋，凑足赞助费以支持孩子们上学。然而，即便他凑齐了资金，校长仍然不敢接受这个风险。不明真相的记者围住了滕辉的车，对他进行各种恶意的揣测。唐辉始终沉默不语，因为他无法否认曾经让孩子们参与黑拳。情况急转直下，俱乐部停业整顿，滕辉也被带走接受调查。他为了孩子们的未来，只能找到市里一家格斗俱乐部老板。这家俱乐部条件优越，
老板愿意接纳这些孩子。腾辉在晚上向大家宣布，他已经为他们签约了新的俱乐部，让他们能够继续打比赛。然而，面对这一决定，孩子们却质问腾辉为何把他们卖掉，他是否有资格这么做。腾辉被这些指责打击，他为孩子们付出了很多，但被家长们一句话就把孩子们带回去。对此，他感到心寒，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，却无法得到理解。1年后，他开了一家蚕丝厂，但事实上，他内心已经疲惫不堪。苏木的姐姐寄来的明信片带来了他新的困扰，所有的明信片地址都一样，这让腾辉感到事情并不简单。怀着疑虑，腾辉去找苏木，却碰上了一场拦路抢劫。让他震惊的是，抢劫的人竟然是马虎。他追上去，意外发现马虎之所以回到这条道路上，是为了给苏木治伤。腾辉对此感到难以置信，竟然以这种方式再次与马虎相遇。腾辉发现自己的命运似乎再次与苏木纠缠在一起，一切似乎被某种力量推向了原点。那些掌握着高位的人，只需动动脚趾，就能将这些小镇格斗家踩进泥泞。他试图替苏木讨回公道，却发现自己孤掌难鸣，无法解除与俱乐部的合同，只能承担高昂的违约金。在走投无路的境地，腾飞决定接受一档访谈节目的邀请，将自己的形象完全负面，以换取社会对事件的关注，借助舆论之力谋取孩子们的自由。节目组一开始就将腾辉定性为利用孤儿谋取暴利的黑心商人，而腾辉则主动向自己泼脏水，夸大事实，甚至刻意激起观众的愤怒。在采访中，马虎也参与发声，指责腾辉多年来一直在欺骗他们。腾辉虽然不否认这些指责，反而继续挑动公众情绪，观众们纷纷准备对他展开谴责。然后，腾辉的说辞出现转变，他承认自己是个骗子，声称将孩子们骗出大山，骗他们练格斗，骗他们取得冠军，以此谋取未来的生计。他对孩子们的生存状况提出质疑，强调10几年前他们一无所有，而如今至少有了格斗作为谋生之道。采访中，腾辉在观众的唾骂和鄙夷中完成了一场自我毁灭式的献祭。采访播出后，引起了广泛关注，俱乐部老板也因涉嫌违禁药品和故意伤害而被立案调查，孩子们的合同也终于得以解除。此后，苏木在腾飞的资助下进行手术，并通过积极的康复训练成功重返赛场。他在全国格斗总决赛中面对当今格斗界最强者康纳，起初处于劣势，但最终以惊人的毅力和技巧赢得比赛。故事最后以一个底层人逆袭的奇迹收尾。腾辉明白，一座大山、一个村庄、一个俱乐部，或许只有一个苏木才能完成逆袭，但这即是希望。生活或许沉闷，但只要奋斗，就会感受到风的拂过。电影深入底层人的生存状况，呼唤抓住机会、拼死一搏的激励。